大家好，我是97放映厅的喵喵。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的影片是 Mosul， 中文名血战摩苏尔。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讲述一名年轻的伊拉克警察被尼尼微特种部队从交火中救出，并加入到这支10人特种小队。他们筹划游击行动，要从 ISIS 手中夺回自己的家园。ISIS 是伊斯兰国的简称，伊斯兰国属于极端恐怖组织。摩苏尔又名哈德巴，尼尼微省首府，是伊拉克第2大城市，也是伊北方工业、农业、金融中心和库尔德自治区的政治中心，拥有伊北方最大油田和最大炼油设施。摩苏尔风景秀丽，春秋2季温度相近，故又被称为双春城。这是摩苏尔站前的底格里斯河的风景建筑。这是站在摩苏尔大坝上远眺底格里斯河，缓缓流淌的底格里斯河。摩苏尔著名的老城墙，但是老城墙在战火中几乎全部变为废墟。简单从这几个战前的画面可以看出，曾经的摩苏尔是一个拥有美丽风光的城市，但是现在却是满目疮痍。2014年6月10日，摩苏尔被伊斯兰国占据，是该组织在伊境内控制的最大城市。伊斯兰国占据摩苏尔后，把这座城市打造成该组织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指挥中枢。自摩苏尔被伊斯兰国占据以来，伊拉克政府军和地方部队一再试图收复这座城市，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激烈战斗。在一个商店里，几个伊拉克警察被武装分子打得无力还手时，获得恰巧赶到的尼尼微特警小队的解救。刚就职3个月的年轻伊拉克警察卡瓦被迫加入这支特种小分队。大家从一开始的彼此不信任到彼此信任，这中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。2014年起，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扩张，极盛时期控制了伊朗40%，叙利亚近50%的领土，控制区域内人口超过1000万，拥有数万名武装分子为其作战。为巩固统治极端组织，更是在控制区域内建立各层政权，以摩苏尔和拉卡等大城市为中心，实现恐怖势力的实体化和证券化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把自己的基地设立在贫民区里面，而且要求居住在里面居民不能撤离。这样一来，政府军就不能使用飞机大炮进行攻击，只能是靠这种特种部队一条一条街区、一个一个房子的搜查。这样的方式速度慢，风险高。政治上，极端组织内部分工明确，在被占领区实施严格的教法统治，甚至对儿童、青少年洗脑教育，这对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带来巨大困难。尼尼微特种小队进入一家酒店进行搜查，酒店里个别房间里躺着一些已经白骨化的尸体，这些都是来不及逃离的酒店客人或当地人。小分队在酒店找了一个房间休息。当他们休息期间，遭到炸弹袭击，导致一名战友当场牺牲。上校气得差点弄死卡瓦，幸亏其他战友及时拉住。大伙把烈士送上了装甲车后继续前进。他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路线，前往的路上遇到2个推着受伤的母亲的小孩。上校见状，想把2个小孩送往避难所，由于比较年长的哥哥不愿意跟随，上校只好带走弟弟到避难所。上校将其中一个孩子带走，到了联邦警察辖区后，安顿好孩子后，又继续前进。当他们经过伊军的路卡时，极端组织向平民百姓开枪，小分队对此非常不满，并且这期间，小分队队员再次牺牲1名，这让上校更愤怒。上校发现极端组织开枪的位置，装甲车在一旁进行掩护，上校带人潜入顶楼，从后面直接清除射击的2名极端组织分子。上校他们在这个制高点找到了伊斯兰国的指挥所，正当他们要动身去剿灭伊斯兰国时，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。此时楼对面的伊朗特种部队也遭到袭击，便出来探知情况，却和小分队交流了起来，想和小分队进行物品交换。双方达成交换，小分队用10条香烟和伊朗特种部队交换10箱步枪子弹，并用1个水烟壶交换1颗 RGB。上校要求查看他们的囚犯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大喊大叫，这就是导致他们在酒店客房里牺牲1名队友的叛徒。
而他就是影片开头和凯瓦一起的警察。上校和伊朗特种队长为了这个叛徒的处决权对嘴对舌，在一旁的凯瓦看见他们两个这样，觉得一时半会不会有什么结果，索性直接抽出背上的斧头，直截了当，仿佛时间都凝固了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。据统计，在摩苏尔城区西部的40多个居民区中，有6个完全被摧毁，已有96万平民流离失所，其中超过71万人来自摩苏尔西部城区。作战中，武装分子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，大量布设陷阱、障碍物和简易爆炸装置等等。此外，武装分子还禁止平民撤离，卑劣地以平民为人肉盾牌，这样有效地限制了联军运用空中火力的优势。其次，摩苏尔城区很大且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整场战役的作战地域包括主城区和周边村镇。主城区内约有20万栋建筑，便于武装分子藏匿打巷战。特别是摩苏尔的老城区，有5000多栋建筑，人口密集，街道狭窄弯曲，车辆无法通行，攻城部队只能徒步作战。在当时，基本都是用苏制武器。苏制武器特点是便宜耐用，缺点则是武器出现异常是常事，特别是 RGB 出现哑弹的概率非常高，小分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攻击。很快，这些指挥所的极端分子都被清除。贾西姆上校是个爱捡瓶子、爱整理的特种队长。影片里，贾西姆上校共捡了3次瓶子和1次整理桌面。第1次，第2次，第3次。也就是这一次的整理，导致他丧命，因为桌面的塑料筐底部早就被极端组织给绑了炸弹引线。当上校提起筐子的同时，引爆了炸弹。上校已经牺牲了，大伙还是得继续执行任务。小分队来到了瓦利德的家门口，瓦利德显得非常激动和紧张，以及害怕。激动是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他最爱的老婆和漂亮可爱的女儿，紧张害怕是担心里面躺着是他老婆和女儿的尸体。这部影片没有无敌的主角光环，也没有商业片的犀利枪法，特种队员也会犯错、紧张、失误，画面显得真实。这结尾画面也很温情，在曾经战火纷飞的底格里斯河岸边，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伊拉克政府军士兵冲上前去，在废墟的瓦砾上竖起了伊拉克国旗。在摩苏尔城满目疮痍的街道上，兴奋的战士们也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国旗。在欢呼声中，有些人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，和民众跳起了舞。对于已经深陷战火的当地民众来说，9号是值得他们狂欢的一天。直到夜晚，聚集在大街小巷的民众都不愿意散去。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喜欢喵喵的，记得关注频道哦，一定要点小铃铛，才能获得更新通知。